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啊，要谈到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说这个财富在中共治下是怎么样分布的。要了解今天的状态啊，大家要先知道说中共毛泽东时代是如何的贫穷。因为今天在台湾，大家听讲共产党已经听得快麻木了，好像共产党不过就是一个政治团体的名称而已。其实啊，共产党的真实含义是说，它的宗旨就是共产。共产就是说要剥夺别人的财产，那是共产。他从来没有说共产党要改名哦。到毛泽东时代，实际状况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祖上留下田产，他要没收分给别人；你家里有金银珠宝，他要抄家拿走；你家里有房产，他要没收分给别人。你家有存款，他要逼你交出来没收。所以结果，中国到毛泽东死的时候，绝大部分家庭是没有什么财产的，更谈不上财富。在70年代末期，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时候，一个中国人家里有几百块钱存款，就算一笔很大的数字了。那个时候和台湾比起来，那简直卑微的可怜。那么有人讲，那是不是那共产党官员也很穷呢？那就需要了解中共官员在毛泽东时代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状态是什么？他们有各种生活待遇上的特权。在毛泽东时代，他们特权不少的，工资也相对高，但是同样他们是没有财富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记住一点的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不同的地方是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没有家庭财产的，没有家庭财富的。那台湾就不一样，因为祖上会留下来有房产、有地产，还有个人努力经营积累起来的资产。当然，常常会一个人外表你是看不出来他有什么资产的。我记得上一次2019年我来台湾的时候，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在车上聊天，他告诉我说，他住在靠近木栅那边，这个祖上留下来的财产分给儿女，他就继承了上亿资产，那上亿台币。所以大陆人讲的这个财富啊，有一点必须搞清楚，和财产继承基本上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父辈基本上无财产可继承。也就是说，今天的富起来都是一代两代人在短短30年内捞到的。那么，中共是从改革开放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突然出现了拥有巨额财富的社会群体了。那么，我们上次节目曾经谈过，就是共产党这个资本主义，就是中共的转型造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共产党把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送给了共产党干部。那让他们一夜之间成了红色资本家。也可以说呢，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就在财富分配方面做了2件大事。第一件是没收了全国私营企业的全部私有财产，实际上把民众的私有财产大部分也剥夺了，房产、地产全部剥夺。第二件事是把名义上夺来的这些原来老百姓的私产，用国民共同占有的名义掌控在共产党手里头。那么当时中共用词叫做全民所有制。然后最后呢，到了私有化的时候，就改革以后97年的时候，他实际上又把这个所谓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又送给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接下来我就讲一下把这个背景交代一下以后，我们就来看现在中国的财富分布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下面介绍几个中国媒体报道的调查报告介绍的情形。那2015年《中国日报》11月28号有个报道，它是根据中国的西南财经大学有一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那么调查结果是说，2015年中国家庭平均资产是92万块人民币，其中将近70%是房产的市价，也就是说大概只有将近30万块人民币的存款算是中国家庭的平均的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调查上包括的这个资产范畴呢，范围包括金融资产、房产、工商业还有其他的资产。因为这个报道是没有介绍财富的分布，它只提供一个平均数。那么另外一个报告，2016年1月13号，中国的第一财经网介绍了北京大学有一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系统，他们发布了一个叫做《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那这个调查指出呢，请大家记住我前面讲的话哦，1979年、1980年的时候，中国大部分家庭是没有财产、没有资产的。那么现在是中国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财产，那顶端25%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只占全社会财产总量的1%。那么这个样本呢是蛮大的，包含25个省市、160个区县、14960个家庭，相当于15000个家庭的样本，非常大。那么他们做了一点分析，就是统计学上的因子分析，就是一个人究竟什么样状态下，哪些因子可能使他家庭财富多一些。结果发现说，有这样几个因素会影响到家庭财富的积累。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城市户口，第二个因素父母教育水平高低，第三个本人是否有中共党员身份，第四个你出生在哪个省，是经济发达的省还是落后的省。这几个因素都影响到中国城市家庭财富的积累。那么和台湾相比的话，可能只有父母教育水平这个因素与台湾有一点类似，也不见得，我不太了解，没有做这方面研究啊。就是在台湾父母教育因素是不是就一定是这个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但是有其他3个因素在台湾绝对不会发生。第一个是城市户口，大家要知道，中国大陆的城市户口是不能够随便说你搬过去以后去登记一下，你就变成这个城市的户口，是不可以的。那么你的这个户口取决于你母亲的户口在哪里。你母亲如果是乡村的户口，那么你这个小孩哪怕到城市读完大学以后，你也还算是老家母亲那边的户口。所以有没有大城市的户口，就是你是不是出生在大城市，家庭背景都在大城市，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政治身份，你跟共产党的关系越近，你家钱越多，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想在台湾大概没有人听说你加入哪个党，你们家就一定发财哦。那么第三个，在中国还有个因素，就是你出生的那个省是穷省还是富省。那么我想这样因素都在台湾基本上不会出现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分析报告、调查报告。那第三个还有一个是2017年2月14号，凤凰国际智库，这中国的一个智库，他一篇文章介绍了瑞士信贷银行的研究院2016年11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6。那这份报告说呢，从2000年到2016年，就本世纪的前16年，中国人的平均财富从5670美元增长到22864美元，翻了2番。那么听起来这是平均数啊。统计学上讲，平均数最大的问题在于说它掩盖了两极化的真相。你把个家里财产0和家庭财产100万一平均，会说哎呀，这2个人的平均财产是50万哎。但问题是那全部是那个100万那个家庭带来的结果。那么中国这个瑞士信贷银行的研究报告说呢，中国的家庭财富总量从2000年以后的15年里头，从6万3千亿美金增长到23万亿，从6.3万亿美金增长到23万亿美金。那么同样的增长，这个幅度，美国用了33年，中共只用10几年。中共的超级富豪的增加更加惊人。这个报告说是2000年以来，全球超高净值的个人资产的数量是增长216%，增长216%就是2.16倍。那中共增长多少倍？
中国的超高净值的个人资产的数量，15年当中，就本世纪前15年，中共增加了100倍。但是呢，这个报告也指出，2016年中国的财富状况出现3个下降。第一个是家庭财富总量7年来，就是从2009年到2016年，第一次下降2.8%，缩水6800亿美金。第二个是中国人平均财富7年来第一次下降3.7%。第三个，中国拥有的100万美元净资产以上的百万富翁，这个人数7年来第一次减少43000。那么他们的报告分析呢，说主要原因是股价下跌和人民币贬值。那么比方讲，2016年中国的 A 股的市值蒸发了2.4万亿，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贬值了6.8%。那么这个报告的资讯主要是关于中国有钱人资产缩水的状况，但他没有提到，其实2016年中国有另外一个因素造成这个国内的富人财产缩水，那就是当时这一年2015到2016年是中国有钱人把大笔资产集中转移到海外藏起来的一个高峰年，因此也造成这个群体在国内的资产减少。那么下面我想讲一下这个我们用这个富人资产的数字去判断这个财富的分布啊，往往会很难做国际上的比较。那么要评价一个国家财富居民的财富的分布的总体状况呢，经济学里面会用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叫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那么这个系数怎么计算我就不讲了，有兴趣的观众自己可以上网查。那么这个指标是用来判断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或者是财富的分布它的公平程度。那么它是个比例数值，就是0可以是0到1之间，如果用百分数的话就是0到100%。那么基尼系数越小，指的是收入分布的这个就是财富的分布越平均。那么基尼系数越大，说明财富的分布越不平均。那么现在呢，中国的基尼系数啊，这个如果是从收入的角度去看，就收入的分布的基尼系数，它实际上可能是将近0.5或者50%。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是在谈财富的分布，那么就来讲财富分布的基尼系数。那么绝大部分国家的财富的分布的基尼系数都在0.6到0.8这个区间里头。那么财富分布的基尼系数在0.7左右的国家最多。那么丹麦和瑞士这两个国家超过0.8，那美国曾经达到过0.84。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就北京大学那个调查报告，它发布报告是2015年。那个报告说呢，中国的家庭财产基尼系数1995年是0.45，那个时候相对还算平均，但是这个1995年到2012年，从0.45就跳到0.73。那么这里我要讲一下这个数据怎么解读。中国1995年的财产基尼系数，那它是这个反映的是共产党还没有实行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时候的那种状况，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财富分布相对比较平均。那么然后呢，是1997年以后中共实行国企全面的私有化，那么原来的公有资产就一大批落到红色资本家手里去了，那这批人就是白手变成富翁了。那到2012年的时候，从1997年到2012年，一下子这批富翁捞到的财富就把这个中国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抬高到西方国家水平了。那有人说，简单对比一下西方和中国的财产的分布的基尼系数好像差不多，没什么异常啊。这里其实异常很明显，你要想一下才会明白。为什么呢？西方国家没有共产过，所以在西方国家没有说哪一个人可以没办法他去抢夺别人财产来致富啊。
所以你只能是说家庭的财产经过家族几代、十几代逐渐积累起来，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是在中国1995年以前，几乎官员和民众都没有家庭财富然后短短20年里头，有一群人就暴富到达到西方国家富人几十年、上百年积累财富的程度。这样的财富积累是不是有点可疑呀？有点像强盗发横财啊。那么其中的奥秘呢，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共官员们的财富非偷即抢，